你也喜欢日本自助旅行吗？那你通常如何选饭店呢？价格考量、位置考量还是设施的考量呢？在日本众多连锁品牌中，有一个品牌是铁道公司所经营的，而且它还是东京晴空塔背后的母公司哦。这个品牌就是东武铁道。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开箱5间非常有特色的东武铁道旗下特色饭店。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还会去东京的近郊穿越，带大家去穿越老街走走。还有一个地方叫成田，没错，就是成田机场旁的成田。你可能不知道，这里有很好逛的表参道，还有一间超好吃的百年鳗鱼饭，还有一座1000年的寺庙不能错过。好，不多说，一起来去东京走走吧。今天我们从浅草出发前呢，来开箱第一间东武铁道旗下的东武浅草饭店。这间饭店的部分房型还可以从窗户直接远眺浅草寺的景色，在房间内静静的欣赏浅草最热闹的街景，这种体验真的很难得啊。房间的空间整体感觉是很宽敞的，部分的房型连同浴室都还有街景可以看，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啊。另外，饭店早餐有现做的日式饭团，非常的有名。有机会入住的话，别忘了到餐厅一边享用现做的饭团，一边欣赏热闹的浅草车站街景，这种住宿体验是不是很棒呢？东武浅草饭店的交通位置啊，真的很棒。搭车到浅草车站出来就到饭店门口了，把行李上楼放好，下楼马上可以逛街啊。逛街如果不小心买太多，还可以先拿回去饭店放，是不是超方便的啊？现在在于田川，然后要拍樱花，结果这一排照理说都是樱花，然后现在的时间是3月24号，哎，怎么还没开呢？好无奈。好啦，羽田川的后面的樱花开得比较快，这是羽田川的后段的樱花就开得比较多，是不是来太早了呢？好，我们现在来的是3月24，看到后面就只有一点点的樱花。然后刚好看到人家拍婚纱，这边如果后面如果越开的话，应该是会蛮壮观的，只是就是有点可惜啊。在那个于田川的对面，于田川呢，它其实有2侧，刚刚的那一侧跟另外的对岸的这一侧，两岸其实都会有樱花。你看这边也是满满的，时间也没开，但是我后面有2颗开满满，给大家看一下。哇，你看后面这是满满的，所以如果这个樱花如果是满开的话，这个颜色延伸到这边来的话，一定超美的。所以于田川的这个赏樱是东京赏樱一个必访的一个景点。记得如果你来樱花的话，这边是首选啊，因为你逛完于田川之后，还可以像我们上次一样走东武铁道下面商店街一路到晴空塔，可以去晴空塔吃吃喝喝逛逛，很不错，推荐给大家。樱花后面有，来看看。看完樱花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要开箱的第2间饭店 Check-in 楼。入住跟上次一样的东武里凡特酒店，上次没有好好介绍，这一次我将入住更高楼层的房型，晚上还会去体验高空夜景晚餐。这一次就来好好介绍一下这个位在锦密町车站旁、交通方便、窗景又美的东武里凡特酒店。来去房间看看吧。大到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它刚好就是一个这栋楼的一个转角，那我们刚好现在坐在这个转角处，房间号码是21楼，然后这个楼层就刚好高，然后又直接面对晴空塔，这个大家也只有东武里凡特有办法这样弄，所以这边其实也是观赏晴空塔最佳的一个饭店。然后我刚刚在楼下看到它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是，像机场的接送啊，迪士尼的接驳车它也有合作。
所以这间饭店其实它的多功能性上蛮强的。然后待会呢，我们去吃它的晚餐，明天还有早餐。然后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在晴空塔的 view 底下睡觉，也就是说你可以睡在你的床上，直接看着晴空塔。这应该没有几间饭店有这样子的 view。我们拍段缩时摄影，让大家享受一下这个蓝调时刻。大家好，跟一群创作者出来吃饭，晴空塔超美。然后我们今天是跟一群创作者出来东吴集团这边的饭店开箱，然后有一起吃饭这样子。那我们第一道菜呢，就是有这个螺，这你看这个是螺，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把它挖出来，对，看到吗？就是其实我也还蛮怕那个螺肉的那种腥味，但是它这个其实处理得不错。里面还藏了海带啊，海带在里面提味。这个绿色不知道什么，这是炸汤圆吗？长得很酷，有点像海鲜，很好听哦。有一点在盲吃的状态，其实不知道什么的，但是就是吃起来很特别。然后这个应该是炸小鱼吗？这个长得有点像，长得像奶鸡。没有，它是生鱼片。它是外面是鱼，然后里面是小，它做成像丸子一样，味道好奇妙。然后这个长得像豆子的很特别啊，长得像豆子的豆子，好吃哎！这个开胃菜感觉非常棒，很期待后面。可以感觉出它这个部位是非常特别的，好好吃哦！这是尾鱼的部分，我不夸张，入口即化，真的是很好吃。这个应该是头肉，来看试一下这一块啊，来各位头肉，好软哦！那个油花整个就是这样爆出来，可以，很好吃哎。重头戏来了，牛肉，还有附这个红色这个酱。这个牛肉的熟度近乎完美，我们带一点 wasabi， 它有附一点 wasabi 在旁边。这个酱应该不知道什么酱，反正就是很棒。那个芥末下去之后，那整个味道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舍不得吃完。看着晴空塔，吃着这些餐点，很享受。而且今天晴空塔灯光很漂亮，它带了一点紫色，然后蓝色，然后屋顶还有点光束感，很漂亮。吃完了这么棒的晚餐，离开之前，调酒师调了一杯樱花特调给我们喝。这个夜晚搭上这一杯特调，超级完美啊！
早上一早就可以看着晴空塔起床，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很棒呢？看完晴空塔梳洗一下之后，我们就准备来吃早餐了。这应该是我第2次来这里吃早餐，上次就对这里的早餐印象很不错，尤其是那个现做的欧姆蛋，味道真的很不赖。它还有很多的选择，喜欢西式啊或者是日式的早餐，这边都有很多可以选，一起来看看吧。超可爱的这个蛋，超可爱，雪块，欧姆蛋，然后它可以让你选那个配料，我刚刚选的是香菇，看啊。好吃，很纯粹的味道。我今天吃好多蛋哦，我刚刚吃荷包蛋、欧姆蛋，然后有个玉子烧。这样子丰盛的早餐，你感觉怎么样呢？基本上我觉得样式蛮多的，而且好吃。有机会来做的话，别忘了一定要这边吃早餐哦。吃完丰盛的早餐之后，我们就要慢慢的往穿越移动。黎凡特酒店过来的汉堡王，这边就是我拍影片的地方。有没有看到？超漂亮！就在这个视角往这边拍，你就可以拍出这样的感觉哦，超棒！然后它旁边还有基安殿堂，非常非常方便，所以你晚上啊就可以来逛基安殿堂。所以这边的住宿啊，真的是附近的生活机能非常的好，那个车站就在前面，超方便。我们现在来到和光市站，和光市站呢，这边有和光的东武饭店，然后离穿越也很近。我们来住一下这个东武的和光饭店，走吧。和光市对台湾的旅客来说可能相对比较陌生一点，但是这边离池袋车站也只要15分钟左右，离穿越车站大概20分钟左右。而这里的东武饭店啊，就在车站的楼上，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郊区转乘蛮方便的一个点。车站的旁边就是东武的饭店，然后呢，其实这边就蛮多，像便利商店啊 ，Royal Host。然后我刚刚看这边还有一个24小时的便当店，很酷哎。然后整个街道非常的有质感，你知道吗？你看这边花花草草，这个和光市也太可爱了。这边就是我们要入住的和光市东武饭店了。进到大厅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明亮，而且设计非常的新颖。我们先放好行李之后，晚点再来开箱。先来去穿越走走吧。上次我来的时候是跟我的老婆小孩来穿越，然后我们就是开车来，这次是坐车来。其实我觉得搭车还蛮方便，而且这边其实整个车站大街里面蛮热闹的。这边穿越车站走出来之后呢，就有个空桥可以往这边走，就可以慢慢的往这边主要的街道这边走。从和光市来到穿越车站大概20分钟左右，到了穿越车站之后，走出车站的空桥就可以看到东武的饭店了。而这也是我们即将参访开箱的第4间穿越东武饭店。这时候你有发现他们的共通点吗？大部分的东武饭店都临近车站，交通非常的方便。通常车站周边就是最热闹的地方。就我这么多年在日本自助旅行的经验，交通便利真的是选饭店一个最重要的守则啊。而东武铁道旗下饭店几乎都在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可能也是因为铁道公司的背景，让它有这样子如此便利的优势吧。上来上面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东武的饭店，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进来东武的穿越。的特色就是它这有一个平板去控制所有的中控，你可以开这个灯，很酷，可以用开跟关这样，那就会有看到这样子的灯光。然后它的洗手台在这里，这个地方是它的洗手台。这个房间感觉视觉上感觉是比较大一点点。那窗景的话跟刚刚那边是差不多的，大家看一下。哇，是差不多的窗景。这就是3床的房型，大家觉得怎么样？你喜欢哪一种呢？都来到穿越了，怎么能够不来老街走走呢？除了老街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探访，那就是滨川神社了。跟着我镜头来去看看吧。现在就在滨川神社里面。
那滨川神社这边是将近有1500年历史的一个老神社，参拜的人非常多。而且据说啊，这边来求姻缘或者求家庭平安等等，它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香火鼎盛的神社。所以如果来穿越的话，很推荐来这个滨川神社。然后后面呢，它就是新河岸樱花。我们刚刚去看了一下，很可惜新河岸樱花没有完全开，只开了尾段。如果它的整个樱花都开的话，非常非常的美丽。唉，今年的樱花又晚了，所以有时候来看樱花就是这样子啊，很运气，很运气。有时候你的行程没办法这样子停留太久，没有就是没有，下次樱花再会。然后它这边有那个所谓的吊签，就是你可以去吊那个签，吊到就是可以求姻缘啊，或者是平安签这样子。然后它是做一个鱼的形状去吊起来，超级酷，超可爱的。有来穿越一定要来这个滨川神社走走。掉中！我们来看看它里面那个有一个签诗，来看看是什么。一年安雕。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是签诗，不晓得，我们大家查一下。但我觉得这好可爱哦，超可爱的。刚查了一下，这个是末吉，就是小吉的意思。凡事不要躁进，就是不要太急躁而做，等待时机，然后才能够成功的意思。现在很方便啊，其实你只要把它拍起来，传给 ChatGPT 就可以帮你翻译，解签诗 ，AI 解签诗超方便。好，我们要去穿越走走，好吧？我们现在在穿越老街，那一样，今天其实是平日哦，人就还蛮多的。这边穿越老街一直都是东京蛮热门的一个景点，不管是平日假日，人都非常多。所以你去逛完刚刚的滨川神社之后，你就可以来到老街这边逛一下。然后老街这边有很多像当地很有名的，像烤芋，就是地瓜，它这边有名的是地瓜。然后你也可以找一些像它旁边有一个好像和果子的一条街，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现在要去前面走走，前面那边有一个是星巴克，那个星巴克上次我来，但是我没有在里面喝咖啡，想去看看，走吧。上次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进来喝，但是就是那一次的时间比较赶。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外面这边有一个庭园造景超漂亮，所以你可以坐在里面或外面。那我现在坐在窗光的角落，但我觉得它后面那个庭园设计是蛮漂亮的，而且它这个整个开透穿透下，感觉前面看没有什么，但你走进来之后，你会意想不到的发现，就它整个穿透感非常的好，然后光线打进来，感觉超棒。旅行中就是不能或缺的就是咖啡，这就是肯基老王最喜欢做的事情。喝完咖啡之后呢，我就边走边逛，慢慢的往穿越车站移动了。不得不说，这一路上的经历都好有历史感哦。搭着这样的夕阳余光，走在这个老街上，慢慢走，慢慢拍，非常舒服啊。哇，蛮温馨的哎。所以进来的时候，这边就是放你的行李衣柜，然后这边就是厕所，这边就是厕所。哇，有浴缸 ，OK， 这有个小沙发、办公桌、冰箱在下面，所以可以在这里简单的办公。然后这个是，哇，有一个街道景。可以看到火车哎，哇！一样，这边也是用这个照明，可以这边从这边控制，可以关掉灯哎，哇，全关掉，哇，这样的景超美了吧？哇，这样就有夜景的感觉了。刚刚火车进站，完全听不到火车声音，完全隔音超好的啦，就是你完全听不到火车的咚咚咚咚声音，
通常走出去外面就会听到那种车站的声音嘛，或者是在拉比在外听都会听到。在房间里面完全听不到火车的轰隆声音，而且就这么近旁边就车站所以这种商务型的那种饭店，你又在这个车站旁边，很方便的那种交通的便利性，然后它又做好那种隔音，不错。休息的时候呢，我就打开饭店的电视看看，发现其实有蛮多功能的，还有智慧型电视有的 Netflix 啊，或者 YouTube 功能都有。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它竟然跟楼下1楼的洗衣机有连线。你可以看到现在有没有人在洗衣服，或是你等一下拿衣服下去洗的时候要等多久，这边都可以及时看到，也太方便了吧！我现在来洗衣服了，所以它这边就是有费用的话就是500块，然后投钱下去，然后它就会计时。然后这边刚刚很酷，它可以设密码，它就帮你锁起来，所以怕人家衣服被偷这样。然后你可以回去就是看一下你电视机的各个画面，看说洗完没，因为是1号，然后那一台是2号，所以你在房间里面就可以看一下你洗衣的状态，超方便的。因为我这一次带日本带比较多天，所以就带衣服来洗，很酷很喜欢。我们来吃早餐呢。它这个是在3楼的一个服务，什么服务咖啡。这边好，早餐就在这里。今天住和光市的东西。因为它楼下就是商场，那它是跟其中一间咖啡厅去做配合。里面其实它有蛮酷的，因为它有很多日式的这种小菜，热狗啊，什么小东西啊，然后纳豆啊等等。我就点了一个，这应该是一个小紫米饭吧，五谷饭。会让你点一个主餐，我点一个主餐是鲑鱼。它的餐比较还有粥啊、饭、沙拉也有。就简单吃，它算是很多小餐盘，丸子、小热狗，吃看它的鲑鱼，鲑鱼还不错，我都点的是一个煎的鲑鱼。我觉得和光市在这里就是一个日本比较外围的城市，然后就比较淳朴。其实这种外围城市反而比较没有像东京市区内那么样的繁忙，所以会比较悠闲一点。这个和光市东武饭店啊，其实就在车站的楼上，而楼下有很多的商场跟商店，非常好逛。早餐呢就在楼下其中一间餐厅，整体来说就是交通方便，而且不管你是商务旅行或是东京近郊的一个中转点，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哦。我们现在来到东武成田，那就是这次东武铁道的饭店系列里面的最后一个。这个饭店其实就在成田机场的旁边。它的方便就是说，如果你是隔天一早飞机啊，或者是说深夜班机啊，或者说比较特殊时段的飞机，你就可以住在这个饭店赶飞机，超快。那在成田这边，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是，成田这边其实它有一个成田市、成田山还有神社。今天最后一天在东京呢，我就会在成田这边待一下，介绍周边，然后甚至我们会看一下成田机场饭店里面的一些设施给大家看。这个成田东武机场饭店呢，最方便的就是它每隔30分钟的接驳车，可以快速的让你从饭店到机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快速抵达。所以如果你是特殊时段的班机，或者是非常赶时间的话，这里会是一个蛮方便的选择。而且我发现好多飞机的机组人员也住在这个饭店里面，可见它的方便性是相当不错哦。对，如果你入住这里还有多余的时间的话，其实也可以搭接驳车到机场，再透过机场的地铁或者是 JR 可以转乘到成田市走走逛逛哦。后来发现这里蛮值得逛逛的，跟着我镜头来去看看吧。这边呢就出来之后，你就会看到成田的观光，那我们就可以去成田山这边有樱花可以看，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寺庙，那我们就在这边就可以慢慢的这样子走过去。好，走吧。
这边好像有一点在逛那种京都的那种老街的感觉。它虽然说没有像京都那么老，但是也是有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建筑，你看看。所以它这一条在成田站出来之后，就会逛这个成田的这条路。那这个路上就有很多小店啊，就在这边晃晃。野户楼，很好吃耶。它是原本要烤的，然后沾酱油，还不错哎。林田本店，感觉是开蛮久的感觉。现在在这个成田的表参道，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川丰的鳗鱼饭。那这个川丰鳗鱼饭刚看了一下，它是100年历史的鳗鱼饭，师傅在那边现烤。然后它这个房子就维持它当初店面的那种，算是很有历史的一个风格，看起来很像就是《神隐少女》里面会出现那种房子，超有味道的。所以我刚走了一下成田这个表参道，它那种走上走下的感觉，有一种现在穿越，又有一种现在京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冷门的这种小商圈啊，反而是还蛮迷人的，不用去跟人家人挤人，因为今天樱花季到处都是人，反而是成田这种地方，逛起来很舒服这个鳗鱼饭人多人这样，好期待等一下来吃看看，再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在川丰里面，就刚刚这样抽完之后拿到票进来，差不多都等超30分钟左右。而且今天是平日，不过樱花季这边成田的人潮相对没有像东京的其他热门景点那么多人，它就要排30分钟。所以如果你要来吃鳗鱼饭的话，你可能就要提早一点，有一点时间先来排队，赶快拿它的券。你看它这个乌龙茶好可爱，很怀旧的感觉。先喝个乌龙茶。它的这个房子，刚查了一下资料，看起来是100年历史的一个日本非常怀旧的一个老房子。不过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怕的是，它那个楼梯超陡，所以来的时候，如果你走上那个楼梯的时候要小心一下，真的非常非常陡，因为房子比较旧的关系。不过店内的氛围真的拉得很满。然后就是你在日剧啊，或者是日本的电影上看到日本人这样坐在这边吃鳗鱼饭的感觉，就非常有在日剧里面吃鳗鱼饭的那种感觉。好，各位，期待有鳗鱼饭终于来，给大家看一下。超夸张的啊，会满出来的感觉，因为它可以点说饭一半或者是饭大碗，我是点大碗，超大的，超夸张，撑着吃，然后它还会附一个这个酱菜给你，是酱菜，哎呦，压下去，哇，一口。不夸张，入口即化，不夸张。它有3种量，然后我们刚好选的是中间的量，它就这样满满的，那挖下去，那冒烟的感觉有没有？哇塞！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真的不夸张。我们要加一点不同的味道，它有加这个像山椒的东西。好，淋一点山椒来吃看看。然后上面这个绿绿的，主要是新鲜的。哇，整个有体味，不太一样的感觉。这个不是鸡味，这是山椒。山椒的味道整个又提上来，要另外一个层次。它这鳗鱼饭太嫩了，然后那个油脂跟鱼肉这样化开来，真的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鳗鱼饭。会开100年不是没有原因的，真的这样还在冒烟吗？还在冒烟。
好吃。来成田表参道，真的必吃，超棒！哇，好饱哦，再喝一口啤酒，享受。吃完鳗鱼饭之后，别忘了我们往成田山的方向走去，那边有一个千年历史的寺庙——成田山新生寺，来去看看吧。各位，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成田山，这个据说是1090年就开基的一个寺庙。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寺庙，我怎么觉得有一种东大寺的感觉啊？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两侧石柱。这个成田山新生寺啊，跟我以往去过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寺庙完全毫不逊色。重点是人潮并不会非常的多，走起来逛起来非常非常舒服啊。而且樱花季来的时候，还会看到部分的樱花树盛开，所以有机会来到成田这边是蛮推荐来走走的哦。我们东武铁道，东武饭店的最后一间饭店，东武成田，来开箱看一下。这个饭店它好像有2个馆，我看到左边一个，好像右边一个，好多欧美旅客，还有那个机组人员，我看到机长的助阵。啊，这就是我的房间啦，来看一下。哇！天哪！超大的，这是真的非常的谢谢东武铁道邀请我们来开箱这些饭店。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东武铁道集团它底下的这些附属饭店。当然，它最有名的就是晴空塔，在这些饭店里面都会看到晴空塔的踪影。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影片，让大家认识东武铁道。毕竟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比如说很多的饭店连锁饭店，就是像星爷啊，像是 APA 啊、Super Hotel 啊，或者是什么东恒印啊等等，其实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品牌，就是东武。那东武铁道它旗下的这些饭店，就我最近体验了这几间的饭店，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品质都蛮一贯的，非常的严谨，非常的重视细节。餐点上，像我们之前去吃了黎凡特的餐点，那今天还会去吃东武成田这边，它其实这边也有餐厅，然后餐厅听说也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晚点来开。然后在这个空间上，这样喊好像会有回音哎，超级无敌大。还有就是一贯的哦，他们的隔音都做得很好，毕竟就在机场旁边哎，你也不能让声音太吵。而且我们就是这一次也跟很多创作者一起来开箱东武的这个饭店系统，我们彼此都觉得东武的饭店它的隔音都做得很棒。有时候你在饭店可能会很害怕到隔壁可能在讲话太大声或干嘛，会很容易吵到隔壁，不会，或者是说开水的声音会跑到隔壁。可是我们这几天用下来，这些声音真的是没有，我觉得它隔音的设计上非常非常的棒，这一点是真的是很推荐大家来体验看看东武饭店。不管是黎凡特、浅草、和光，还有我们去看的这个穿越，到最后这今天的成田这系列的饭店，就这样子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也走了成田山，那也去了穿越，就是用这样整套行程让大家知道，它在很多的非常大的景点、交通的要角上，都一定会有这些东武的影子。如果你下次看到它，真的很推荐去走看看。看完我自己的房间之后呢，我就去我们同行旅伴的房间看了一下。原来他们的房间是有窗景，而这个窗景竟然就是成田机场，这样的景色搭上这样的房间，真的是很棒啊！晚餐的时间到了，这边的晚餐餐厅呢是 buffet 的模式，带大家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好，各位，我们先拿第一轮。我一来我有点吓到，我觉得那机场饭店的竟然有就是这种
在气势上煮的意大利面这个只有在意大利吃过，我觉得超好吃的。牛排，现煎的牛排，还有一些料理这样子，鱼啊，炒一些简单的料理这样。我觉得这个buffet有点惊艳到我我想要先吃这个意大利面。好好吃哦！之前在气势上煮意大利面的这个，我之前在意大利吃过，我就觉得好浓哦。它这个可能没有像意大利那么浓，但是意思有到了啊。面的感觉味道也蛮适中的，吃一口牛排，哇，煎得很刚好沾一点。牛排好吃，它牛排有附那个 wasabi 酱，可以沾一点 wasabi 的酱。哇，你看，好好吃哦。wasabi 整个提味。这牛排是他们的日本国产牛，应该不是和牛啦，但是牛肉的品质是真的不错哦。想不到这边竟然有巧克力喷泉，我就弄了一个香蕉巧克力，蛮好吃的香蕉巧克力。他刚刚这样的buffet一个人大概是6000日币左右，差不多是1200多、1300，我觉得还 OK， 因为光牛肉、意大利面，那些餐点，我觉得品质都还不错。品相来说，它不是说那种超级无敌多那种，它是着重在每一个品相上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1000多块我觉得还行啊。以这个机场饭店来说，它的这样的服务状态跟菜色上的设计上，我觉得还 OK 啊。哦，吃到饱，喝个乌龙茶。晚饭吃饱喝足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哪里？这间饭店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酒吧，而这个酒吧背后的夜景就是成田机场。你可以在这里喝着鸡尾酒，搭配这样子的夜景，度过等飞机的一个夜晚，是不是很不错啊？各位早安，我们现在吃早餐。它早餐的餐厅其实跟昨天晚上buffet的餐厅是一样。那我觉得它的早餐的丰富度一样，是有日式的传统的像粥啊、渍物，还有美式的这个欧姆蛋，还有美式的这种炒蛋啊等等。它其实就是日式的或者是美式的都有，就是希望兼具，因为来往的客人可能都是各国的旅客嘛，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还不错。热狗。美式这个欧姆蛋，还有这么简单，然后直接用飞的，超酷的。我吃看看，现做的欧姆蛋，跟那个东武的里凡特好像也是有人现做欧姆蛋的。我怎么觉得味道还蛮像的？因为我前天在里凡特吃的差不多。我觉得它这个用餐环境还不错啊。它竟然在餐厅外面这边其实有做一个造景。感觉它有种自己的樱花，不知道是不是，好像也是樱花，只是没有开，还没开的感觉。有人做一个小型的，算是庭园造景。有进入，很软嫩的进入，好吃的就是粥。日本的粥跟台湾的粥不太一样，台湾粥比较浓稠，日本的这个粥，它粥面感觉是水很多，然后米饭在下面这样。可是这个米也是好吃的，我这个鲫鱼粥很好吃真的好吃。我觉得它那边的早餐就是各个种类的东西不算到超多，算是精致化了，然后东西也好吃啊。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是吃的方面，昨天晚上吃的跟今天早上吃的餐点的服务上，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就是都是品质之上。因为我有吃过日本那种超简单的早餐，吃起来就很没有印象。但它这个早餐是让干净明亮，然后又有一个窗景，它已经是在机场旁边的，那你周边真的没什么景，然后自己营造一个这样子的景色，让你在窗光这样吃早餐，感受这种早晨时光。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场饭店，如果说真的一早的飞机啊，因为可能一早飞机干脆就时间算一算，就入住这种机场饭店，然后享受饭店里面的设施，最后一天离开前休息一下，把时间留给自己这样。我现在人在那个游泳池，因为刚好他们说楼下有游泳池可以来参观一下。你看，这个是一个它的温水游泳池，它这个是1年4季都会开，也就是说你来住宿，如果你有余韵的话，不过是下午2点之后，2点之后它就有开放，然后是付费的，你可以来这里游泳，它后面还可以有桑拿，可以在那边泡那种按摩浴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采光这样子超级舒服的。我们刚好是特殊参访，不然平常是不能进来拍东西的。哇！这种机场酒店竟然有游泳池，也太酷了吧，超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不过就是他带我们来参访一下，说有这个服务，提供给大家参考哦。吃完了早餐，看了一下游泳池之后，我就准备来去坐飞机了。这大概是我从饭店到机场最快的一次了，整体的体验非常好啊！没想到机场饭店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极致。离开东京的最后一天，住宿真的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甚至还可以去成田山走走逛逛。我想这是一个在东京旅行最后一日的不错提案哦，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啦。这一次也非常谢谢东武铁道的邀请，让我们来开箱它旗下的特色饭店，整体的住宿品质都非常的好，也让我透过这个机会更深入认识这个品牌啊。之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在不同城市留意东武铁道的饭店，也透过影片推荐给大家。如果在日本旅行啊，别忘有一个这样子很棒的品牌纳入你住宿的参考哦。好啦，接下来我要继续我下一段旅行了。至于会去哪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聊吧。也谢谢看到影片最后的你，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会收到新影片通知哦。我是 Ken， 我们下支影片见。